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国家，由主岛跟周边60多个小岛组成，是经济发展最快、最具现代化的国家之一。这一集就要来跟大家介绍新加坡的景点，还有推荐程度、建议停留时间。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哦。喜欢影片记得按下订阅，也欢迎给我们一个粉丝热推，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影片。皇宫最新推出的韩式海鲜煎饼，在家也能像在韩国一样享受热腾腾的海鲜煎饼。我们会分成新加坡本岛跟圣淘沙岛来介绍。新加坡本岛的交通很方便，基本上所有的景点都能搭地铁抵达，很适合安排自由行。这边列出的是各个地铁站对应的景点，接下来就要一一介绍这些景点。首先就是落地的新加坡樟宜机场，一定要去星耀樟宜，看世界最高的标志性景点，40公尺的室内瀑布与漩涡，大瀑布真的很壮观，还有各种主题花园、娱乐设施、丰富的百货美食、免税店可以逛。我给这边4颗星，建议可以停留1到2个小时。牛车水是新加坡聚集最多华人的地方，保留了很多殖民时期的店屋，一整排的彩色骑楼建筑也是这里的特色，有非常多的美食小吃跟纪念品商店。逛一逛这边的街道，吃小吃，彩色骑楼也很好拍。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可以停留2到3个小时。马里安曼新都庙是牛车水的文化地标，入口塔门有高大壮观、色彩鲜艳的神奇与神话人物雕像，是由印度移民建立的，供奉女神马里安曼，可以祈求健康与庇佑，避免传染病。一样可以免费进入参观，也要注意穿着。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可以停留半小时到1小时参观。芳林巴萨与熟食中心是牛车水最早的熟食中心之一，融合传统市场跟小贩文化，其中也有很多必吃的美食推荐。我给这边3颗星，建议停留大概1个小时左右。下一间是麦斯威熟食中心，这里原本是菜市场，后来改建成为熟食中心，聚集了超过100家摊位，最有名的是天天海南鸡饭，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1个小时左右。老巴萨熟食中心是新加坡最具历史的小贩中心之一，位在金融区核心。晚上7点后陆续营业的沙爹街也是这里的特色，有很多串烧摊贩，非常热闹。这边我给4颗星，范围比较大，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金沙购物商城是新加坡最大的奢华购物中心之一，汇聚了很多全球精品与国际品牌，也有米其林星级餐厅、亚洲名厨、美食广场，还有唯一的 LV 独立水上旗舰店，非常有特色。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2到3个小时。金沙空中花园景观台位在金沙酒店57楼，长度有340公尺，外形像一艘空中巨船，横跨了3栋酒店塔楼，有270度的景观平台，日夜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也有 Sky Bar， 可以边品酒边赏景。推荐程度我给4.5颗星，建议停留45分钟到60分钟。幻彩生辉光影水舞秀位在金沙购物商场外，活动广场对面的水域会利用光影结合，呈现多层次的视觉效果，表演也充满故事性，搭配了音乐设计，非常震撼。一次表演大约都有15分钟，每晚都有固定的场次，建议可以提早去卡位哦。另外，通常的光影水舞秀并不包含烟火，当天是因为有碰到相关的庆典，所以才会释放烟火哦。超级树位在滨海湾花园里面，总共有18棵，分散在3个区域。这些的超级树不只是装饰，还有提供能源的功能。树身覆盖了超过20万株植物，在每晚固定会有2场灯光音乐秀，音乐主题也会定期更换。抬头看高大的超级树丛，随音乐闪烁，非常震撼。这边我给4颗星，一场大约15分钟。云雾林也位在滨海湾花园，特色就是有全世界最高的室内瀑布，高度有35米，还有垂直花园，有很多的蕨类跟兰花，还有热带植物，空中步道跟悬崖步道，可以穿梭在高山植物跟瀑布旁边，俯瞰整个云雾林的景观。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
花穹就在云雾林的对面，通常都会安排一起参观，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温室之一，模拟了地中海跟其中干燥气候地区的植物生态，全年维持在23到25度的凉爽环境。中央花园区不定时会有不同的主题展区，很适合拍照打卡，花朵都顾得非常漂亮。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新达城是新加坡的知名商场之一，结合了办公大楼跟会议中心，还有购物中心，有很多国际品牌、百货、美食。里面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就是财富之泉，每天固定时间会有水舞表演，游客也可以走到喷泉中心摸水，有吸取财运的寓意。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2到3个小时逛逛。新加坡鸭子船就在新达城里面搭，它这个是水陆两栖车，结合了巴士跟游船。一开始呢，会先在市区的道路上行驶，之后再从坡道冲入水域，可以一次体验不同的角度，欣赏新加坡的景点。这边我给4颗星，整趟行程大约有1个小时左右。新加坡摩天观景轮是全球最高摩天轮之一，透明座舱，有360度的全景视野，可以看到滨海湾各个景点。天气好的话，最远还可以眺望马来西亚跟印尼的岛屿。除了普通搭乘之外，还有提供 Sky Dining 庆生或包厢体验。晚上摩天轮会点灯，非常梦幻又浪漫。这边我给4颗星，摩天轮转一圈的时间大概是30分钟。白沙湖购物广场是一间综合型的购物商场，有国际品牌、时尚潮牌、本地设计商店，也有很多餐厅、电影院跟书店，还有唯一一间有马来西亚美食的百货，跟 Burgess Plus 有天桥相连，可以一起逛。这边我给4.5颗星，建议停留时间2到3个小时。Burgess Plus 是年轻时尚的购物商场，里面主打时尚潮牌、运动品牌跟生活风格店铺，也有电影院、KTV、游戏娱乐设施、多元的餐厅、咖啡馆、甜品、饮料等等。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时间2到3个小时。五级市购物街是新加坡热闹平价的购物区之一，这边的小店有服饰、配件、纪念品等等，价格通常都会比大型百货亲民，很适合挖宝。服饰风格也很多元，很受学生跟年轻人的喜爱，还有很多特色美食小吃跟饮料。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亚博熟食中心也位在五级市地区，集合了数十个摊位，有很多新加坡在地料理，而且价格比一般餐厅便宜许多。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停留1个小时左右。甘榜格南是新加坡的阿拉伯区，融合了马来、穆斯林跟中东文化，曾经是马来苏丹的宫殿所在地，有很多缤纷的街道、独立设计店、艺术画廊，也有很多丰富美食。其中我觉得最值得逛的是哈芝巷，街道两边都有色彩缤纷的壁画，还有很多文创纪念品店，好逛又好拍。还有阿拉伯街，很多传统的阿拉伯地毯、香料、香水跟手工艺品，就像1秒又飞到阿拉伯。苏丹回教堂就是甘榜格南区的地标，也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清真寺，特色就是建筑的2座金色大圆顶，融合了穆斯林建筑元素跟伊斯兰风格建造。非礼拜时间可以进去参观，也要注意穿着。整个甘榜格南区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时间包含用餐大约2到3个小时。小印度区是新加坡最有印度文化特色的街道，可以体验到南亚风情、宗教文化跟道地美食。维拉马卡里拉曼庙就是小印度区最古老也最具代表性的印度庙宇之一，供奉了女神哈利，象征力量跟保护，也有开放游客进去参观。小印度艺术区有很多色彩鲜艳的建筑，街道两旁有大量的壁画跟街头艺术，融合了印度文化跟现代创意，也有特色的咖啡厅跟手工艺品等等。小印度拱廊是一个购物区，专卖各种印度布料、纺织品、手工艺品、纪念品跟香料，还有香水，充满印度风情。主角中心是小印度区的市场跟熟食中心，融合了传统市场、熟食摊贩跟小商店，可以吃到很多的印度跟南亚美食，也有卖香料跟干货。小印度区整体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时间包含用餐大约1到2个小时。克拉码头是新加坡的夜生活地标，沿河两岸是彩色仓库建筑，有很多餐厅跟酒吧，晚上的气氛超级热闹。我给这边4颗星，建议停留时间1到2个小时左右。
新加坡河游船可以在克拉码头搭乘，沿岸会经过了很多新加坡的地标，在船上也有语音介绍各个景点历史，很适合拍照跟轻松游览。尤其在晚上搭，可以欣赏到河畔灯光跟夜景，漂亮又浪漫。这边我给4颗星，一趟的航程大约40到60分钟。旧喜街警察局是历史悠久的地标建筑，以前曾经是新加坡最大的警察局，特色就是彩色白窗，外墙927扇窗户，以彩虹色涂装，晚上开灯拍起来超美。我给这边4颗星，如果要去克拉码头的话，会经过就可以停下来拍拍照。赞美广场有一座哥德式的修道院，有尖塔、拱门跟彩绘玻璃。现在修道院开放式的庭园，提供给民众一个休憩的空间。旁边的室内则是改建成餐厅、酒吧跟商店，可以举办婚礼、音乐会、市集，晚上也有露天音乐活动。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来佛士城结合了商场、办公楼跟酒店，有很多的国际品牌、电子产品、特色商店，饮食美食选择也很多元。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2到3个小时。Funan Mall 是一间商场，有很多电子与科技产品、文创礼品、书店，也有健身房、VR 体验馆、亲子游乐区，馆中间还有贯穿室内攀岩场，还有自行车车道。美食餐厅也很多元化，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滨海广场是大型的购物商场，也有很多的国际、本地品牌，还有新加坡的特色商品，各式国际料理、美食广场、咖啡厅，不定期也会举办市集跟灯光秀。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停留1到2个小时。狮城大厦是乌节路上的大型综合购物中心，有超过320家的商店，像是国际知名品牌 Uniqlo、大创、MUJI 等等，也包括了很多家餐厅跟美食广场。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2到3个小时。313购物中心聚集很多中价位的时尚品牌，提供丰富的时装跟配件，还设计了一条漫步街直通乌节路，有餐厅、酒吧等等，还有电子产品、生活用品可以逛。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时间1到2个小时。乌节路跟313购物中心用一座空中玻璃天桥相连，还设有乌节路图书馆、酒店。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停留时间1到2个小时。义安城也是乌节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购物中心之一，主要有日本高岛屋百货、记忆国屋书店，汇聚了很多的国际精品品牌，非常丰富。商场设有大型中庭，会定期举办演唱会、路演、市集等等。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时间2到3个小时。爱用乌节是跟乌节站连通的购物中心，有水晶般的玻璃外墙，夜晚还会有灯光效果，里面有很多高端精品、奢侈品牌旗舰店、大众时尚品牌、餐厅、甜点咖啡厅。55楼跟56楼还有景观台 Ion Sky， 有消费就可以进去，可以360度看新加坡全景。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2到3个小时。鱼尾狮公园是新加坡的代表性地标之一，也是来到新加坡玩必去的打卡景点。鱼尾狮像高有8.6公尺，重达70吨，很多人都会站在雕像前面拍摄喝水或是接水的有趣照片。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停留时间大约20到30分钟。新加坡动物园是亚洲最知名的野生动物园之一，以开放式和沉浸式展示闻名，有超过300种、约4000只的动物，都是用护城河、玻璃围栏或是自然地形取代铁笼，让游客更近距离观赏动物。也可以参加喂食体验，像是长颈鹿大象等等，很适合亲子同游。这边我给5颗星，如果你想要逛完整个园区，建议可以安排半天到1天来到这边。新加坡飞禽公园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鸟类生态园之一，有超过400种、3500多只鸟。园区设计模拟了世界各地鸟类的自然栖息地，8大主题展区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各种鸟类，有喂食体验，像是鹦鹉犀鸟、鹤等等，也有精彩的教育演出，像是鹦鹉、猛禽飞行表演。这边我就给4.5颗星，建议可以安排2到3个小时游览园区。
河川生态园是亚洲首个以淡水河流生态为主题的野生动物园，展示超过了240种、11000多只动物。园区设计以世界主要的河流划分，模拟自然栖息地，有很精彩的河岩物语表演。你也可以乘坐亚马逊河探险船，体验丛林探险。还有大熊猫凯凯跟佳佳，超级可爱。这边我给4颗星，可以安排1到2个小时游览园区。夜间野生动物园是全球首个专门夜间开放的野生动物园，有超过了900多只、100多种的动物。园区使用低光照、暗色植物、隐藏围栏，让游客可以沉浸式、近距离的观察动物在夜晚的生活习性，还有精灵动物表演，也可以看到园区的动物大使茶旺大象。这边我给5颗星，超特别的体验，建议安排2到3个小时过来。新加坡植物园面积有82公顷，有大片草皮可以进行活动。里面最知名的就是国家兰花园，收藏了超过1000多种的兰花品种，以及2000多个杂交品种，可以看到非常多漂亮的兰花。这边我给3颗星，建议停留时间约2到3个小时，可以逛完主要园区。一风城是新加坡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有超过了340家商店，像是国际奢侈品牌、服饰、家居用品、电子产品等等，还有玩具店跟餐厅、美食广场，选择非常丰富，也有许多亲子设施、活动空间。如果要去圣淘沙，就要来这边搭乘单轨哦。这边我给4颗星，建议停留时间约3到4个小时。从本岛可以搭乘单轨或是空中缆车来到圣淘沙岛。接着我们来介绍这边的景点。新加坡空中缆车连接本岛的圣淘沙岛，可以看到海面、城市跟岛屿的景观。有圣淘沙线跟花博山线，分别可以抵达圣淘沙名胜世界、花博山公园，一趟车程大约15分钟。缆车里面是没有冷气的，所以会比较闷热。我给这边3.5颗星，如果没有搭乘过的话，可以安排体验看看。新加坡环球影城是东南亚唯一一座环球影城分成7大主题园区，一定要搭的是变形金刚3D 过山车、木乃伊过山车、侏罗纪河流探险、史瑞克4D 剧院，设施都很沉浸式，超刺激好玩，也不时会有角色见面会，可以跟他们合影互动。园区不大，一天就能玩完。这边我给4.5颗星，建议可以安排1天到这里玩到打烊。哈利波特魔法幻境是亚洲首场沉浸式的互动展览，观众可以用特殊魔杖探索里面的隐藏魔法。展览内重现了多个电影的经典场景，像是魔法部、预言厅、有求必应屋等等，消失的密室跟活板门，这还是新加坡才有的独家展出。最后还有丰富的纪念品商店，也可以买到一杯奶油啤酒。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千万不要错过这项体验。这边我给4颗星，整体大约需要安排停留1到2个小时。新加坡 iFly 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室内跳伞模拟装置，就算没有任何跳伞体验，或是有惧高症，都可以放心参加。全程都有教练带领你体验自由飞行，非常安全。一次体验大约45秒，会感受到超强风力把你往上抬。完成之后还会拿到一个飞行证书做纪念，是一个超酷的体验。这边我给4颗星，整个体验大约需要60到90分钟。时光之翼灯光水舞秀，每天固定会有2个场次，一场20分钟，以海上为舞台，融合了水幕投影、激光、火焰、烟火，搭配震撼的音乐，呈现一场壮观奇幻的表演，非常精彩。我给这边4.5颗星，很值得来看。斜坡滑车是一项结合重力驱动的滑行体验，适合各个年龄层玩，感受速度与刺激。有4条赛道可以自由选择，都是要先乘坐空中吊椅，从底部搭到赛道起点，在上升的过程中，你就可以俯瞰海滩、天际线的美丽景色。我给这边4颗星，玩一次大约需要15到20分钟。巴拉望海滩是圣淘沙3大主要海滩之一，有一座巴拉望吊桥连接了海滩跟巴拉望小岛。海滩平缓，海水浅，适合家庭跟亲子跟想要晒太阳或散步的游客来这边玩。除了戏水和游泳，也可以参加独木舟、浮潜等等。海滩旁边有很多家的餐厅跟酒吧，还有咖啡馆，还有遮阳伞、躺椅租借服务，更提供了公共卫浴跟更衣室。我给这边4颗星，是一个很放松的海滩，可以安排2到2个半小时。
西罗索海滩是圣淘沙最活跃的海滩之一，有很多丰富的水上活动，像是划水立桨、冲浪、独木舟跟风帆等等，也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等等。沿岸的餐厅、酒吧跟咖啡馆，很适合散步跟夜生活。我给这边3.5颗星，可以安排2到2个半小时。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安排来到马来西亚的乐高乐园一日游，在 KKday 上就有 tour 可以买，会带你入境新加坡、马来西亚，非常方便。乐高乐园有很多个主题展区，也有用乐高拼出的世界著名地标的微缩模型，大部分的设施都很适合儿童，有的也需要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同心协力，是很适合亲子一起来玩的乐园。我给这边4颗星，就算是大人也会很喜欢园区内的各式乐高造景。Sea Life 水族馆就在乐高乐园的对面，可以一起购买套票游玩，是东南亚首座以乐高为主题的互动式水族馆，可以近距离观察了各式鱼类的生态跟活动，也有数位活动，让小朋友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习。这边我给3.5颗星，建议安排停留1到2个小时。再来，我要补充一些新加坡本岛的景点，是这次没有拍摄到的，也可以考虑安排排进行程内。新加坡城市规划展览馆就在牛车水区域，有展示新加坡市中心的发展过程，也会持续更新，反映最新的城市规划。还有360度全景剧场，提供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新加坡佛牙寺龙华院位在牛车水，是新加坡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寺院之一。里面有佛牙舍利寺、大雄宝殿、佛教文化博物馆等等，可以免费进入参观。记得避免穿短裤或是无袖上衣哦。詹美回教堂也在牛车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也被列为国家古迹，是南印度建筑风格，标志就是醒目的绿色双尖塔门楼，内部建筑则是以白色为主，简洁朴素，至今仍有穆斯林会定期在这边祈祷，一样可以免费入场，注意服装。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是滨海湾的地标建筑，外形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每年都会举办大约7个主要展览，跟超过100场活动。常设展览 Future World 是由日本艺术团队 Team Lab 策划，展出了19件数位艺术装置，可以让观众沉浸在数位宇宙中。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它的外形像是一颗榴莲，内部有很多个表演场地，包括了音乐厅、剧院、演奏会、排练室跟小剧场等等，可以体验到新加坡文化与艺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博物馆，建筑融合了新古典主义跟文艺复兴风格，里面有常设展，展出新加坡的历史跟生活文化，也会定期举办各类特展与文化活动。战争纪念公园是为了纪念2战时日军占领了新加坡期间丧生的平民而设立，4根纪念碑象征新加坡的4大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跟欧亚裔。纪念碑下方的地窖就安放着这些平民的骨灰坛。昆城路老屋是新加坡保存最完整的娘惹建筑群之一，融合中西建筑风格，外墙都有漆上柔和的粉红、粉蓝、粉绿等等的色彩，门窗跟阳台有精致的木雕装饰，镂空雕花吸引了很多摄影师跟游客会前来拍照打卡。附近也有很多家娘惹餐厅、咖啡馆、娘惹博物馆。Wild Wild Wet 水上乐园有刺激的高空滑道，其中 Vortex 有18米高的高速度封闭式水道滑道，还有 Royal Flush 是亚洲首个结合大碗跟零重力强的混合滑道，都非常刺激好玩。也有适合儿童的潜水区跟互动游乐场，适合一家大小来玩。新加坡科学馆有超过了850件的展品，包括能源、太空、物理原理、植物与动物、人体奥秘、智慧科技等主题，有很多互动展区、特别展览，也有为了8岁以下的小朋友打造的科学乐园。新加坡雪城是在科学馆里面，是新加坡唯一的室内雪地体验馆，气温低至-5度，可以玩雪橇、打雪仗，还有高达3层楼的滑雪道，也不定期会推出冰雕艺术与主题装置，还有雪地职业体验，小朋友可以扮演科学家或冒险家，探索雪地世界。
花博山公园是新加坡最古老、最知名的山丘公园之一，山丘约105公尺，可以搭新加坡空中缆车到达。有全景景观台，可以俯瞰海港、圣淘沙岛，也有徒步步道爱情中，融合了自然景观、城市全景与历史文化。最后再来补充一些圣淘沙岛的景点，如果有到圣淘沙岛玩，你也可以考虑安排这些景点。在西罗索海滩有一座巨型秋千，是世界首创，可以同时2到3个人乘坐，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从高处自由摆荡，超级刺激。另外有高空弹跳，是从47公尺高的高塔一跃而下，可以选择从正面或是背面跳，跳下去之后还会多次回弹，也是非常刺激。新加坡杜莎夫人蜡像馆结合了蜡像明星互动体验与沉浸式表演，不仅可以近距离的遇见名人，还能享受多媒体娱乐，像是有 Marvel 4D 电影体验馆、VR 体验等等。新加坡特利艾 3D 美术馆是一间以错觉艺术为主题的互动式美术馆，以立体绘画与装置艺术结合光影效果，营造出视觉错觉，让游客可以走进画里，拍出趣味十足的照片，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前往。新加坡圣淘沙丛林飞索体验结合了冒险、速度跟自然美景，可以从山丘顶端飞越雨林，直冲沙滩，全长450公尺，最高速度可以到每小时60公里，有3条并行滑索，所以可以跟家人朋友同时出发，最后会降落在西罗索海滩，也是超级刺激有趣。圣淘沙水上探险乐园是一座结合水上游乐设施与海洋生物互动的大型主题水上乐园，可以玩惊险的水上滑道，也能近距离观赏、接触热带鱼群，很适合亲子同游。新加坡海洋生态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之一，有超过10万只海洋生物，1000个物种。馆内有巨大水族箱、各式展区，也有多媒体互动装置，可以了解海洋生态跟保育知识。今天介绍完了新加坡的景点，这边也列出了我最推荐也必去的景点跟大家分享。想规划一趟新加坡之旅，如果时间有限，可以安排3到4天，主要可以玩新加坡市区，行程也会比较紧凑。最适合的天数会是4到5天，可以玩市区以外，也可以玩到一部分的圣淘沙岛的景点。天数比较多，可以安排5到7天，这样就能更深入体验新加坡的文化，游玩更多景点。看完了整个介绍，有哪些是你想去的呢？或是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哦。下一集会带来新加坡行前总攻略，告诉你出发新加坡前的一些眉眉角角。如果你准备第一次出发，一定要看，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喜欢影片也欢迎分享、按赞、留言。